第3种教学展演的方法是对谈法。老师在这种方法下面是主角之一，那所以其实各个角色之间不抢话，然后又有彼此的默契，才是这个教学法的重点哦。那如果在教材的制作上面可以增加字、图卡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布景道具的话，也都会是为这个教材大大的加分。拍摄的场域呢，其实也是只要是安静的地方或者是摄影棚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几个对谈法的案例。那我想先问一个问题，你这些不舒服会不会是因为你不晓得你自己要怎么样做下一步，或是怎么样开始想你要怎么做？你的想法？我自己还不是很清楚自己应该要怎么继续下去，对，所以这也会让我觉得有一点迷茫跟困扰的感觉。没有错，其实实习有这个课是为了要帮助同学提早进入职场，然后用一个暑假或者是一两个学期去探索。因为你没有这个实习课，所以的确会比较让你有这个现象。你现在可以怎么做来补足？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先挑选部分可能有兴趣的工作，然后先去试着了解它产业的内容嘛。也就是说，至少知道一个方向之后去投履历，然后再看有没有一些结果。如果有可以去，然后就在那边一边做一边当做实习，然后再来看看自己是不是适合那个产业，顺便去了解整个的产业结构。是，我觉得这可能会对我找工作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明确的方向。OK， 谢谢哦。谢谢。刚刚的这一段对话显示说，在辅导的过程当中用的是个案中心疗法，也就是个人中心疗法。他强调点第一个就是真诚一致。治疗师在一开始就是要让案主知道说，其实治疗师并没有去评断他，治疗师对案主跟对自己都是非常的真诚，而且也是一致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无条件积极的关怀，就是对案主不会去设定说哪些东西有做到没做到，没有做到的时候就是去看不起他，或者是一定要他能够做到，而不是他事实上呢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去关怀他，去接纳他，然后让案主呢可以在这个圆融的环境当中跟气氛当中能够体验到其实自己是被接纳的。再来就是说他的所求跟自己的现况如果有落差，或是情绪的状态有落差，那他会找到方向来慢慢自己补足。这个是个人中心疗法他一直强调的。再来第3点呢，就是所谓的正确的同理心运用。正确的同理心运用是个人中心疗法里面它最重要的重点。透过同理心，那同理心就是案主的原本的情绪状况跟所讲的内容原本的反映给他，然后在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初层次同理心，简述语义加情感反应。那第2个呢，就是高层次同理心，这是在比较后段的时候，就是情绪反应之后呢，那再问他，那你是不是因为感到不舒服，而是因为你不知道如何怎么做或怎么想。周易中也有一些爱情的短歌，跟劳动是密切相关的，反映了上古时期人们淳朴率真的爱情画面。说到爱情画面，我记得归妹卦是周易的第54卦，卦爻辞中有“帝以归妹”这句话，它是说商代倒数第2个帝王帝乙在出嫁少女的故事。那就卦象上来看，它是对下正上，对为少女，正为长男，可见它讲述的是一个青年男子与一个少女之间的爱情故事。那这一卦贵妹上六，他又说女成筐无实，是亏阳，无血无忧虑。那把它翻译成我们的白话文的话，就是一个姑娘她手里捧着竹筐，那它里面却没有装任何的东西。
一个小伙子他去刺杀了山羊，但羊身上却没有血，这个跟爱情是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关系的。郭沫若先生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这一本书里面，他认为牧场上一对年轻的牧羊人夫妇在剪羊毛时的情形，也有的学者认为这首短歌写的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因为眉目传情而忘了手中的国际。总之，这首短歌从表面上看是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协作劳动的事情。我们熟悉《诗经》中的爱情诗，我们就会发现商周时期的爱情故事大部分都发生在男男女女在野外劳动的场景。譬如说我们刚刚举例的关雎，也有死郡。再如《诗经》7月，春日迟迟，采繁戚戚，女心伤悲，待及公子同归。如果是我的话，我希望未来是可以，就是在对方比较焦虑的时候，给对方多一点耐心，然后多体谅他，然后就是自己站在对方的立场想，这样不是要只想要自己而已。OK， 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想，我们不会去站在对方的立场。亲密关系的成长其实就在两个人能够彼此互相接近，然后可以怎么做，然后可以怎么想，让彼此都能够成长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聊天这件事情是互相的，他可能也要让我融入他朋友圈，然后就是我也让他融入我的朋友圈，然后这样才会有更多就是聊天的话题。没有错。但是也要去注意，就是说，如果您的伴侣是他其实有一点内向啊，不一定希望你了解他那么多的亲密关系，那你也要站在他的立场。对，但是我想说是我们的想法是希望能够更好，那我们至少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先从这样子的角度来互相体谅，这样子。就是希望以后在意见交流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可以慢慢就是讨论啊，然后互相了解对方。OK， 所以如果能够投入互相了解对方，然后做更细腻的彼此的了解，那也可以站在对方的立场想，那这样子就会让自己能达到更属于自己的亲密关系。我觉得沟通的时间点也很重要，就是如果有什么不满的话，应该要在第一时间就是立刻表达出来，不要积到最后才一次爆发，就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冲突。OK， 对，的确是很重要。如果说我们对双方面的一些看法有点不一样，其实还是一样，回到自己的初衷，是希望双方面都能够彼此互相了解，谈得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如果能够做到是最好的。好，那我们等一下要谈到家庭经验。这个单元到此结束。